当你决定要定居大马，开始城市筛选、区域选择、关注房价的时候，是不是也打算同时了解一下马来西亚房屋的持有成本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如果只是购入房产用于自住的话，其实就比较简单。总的来说，房屋持有成本分为4个部分。一、地税、单位税。地税是对马来西亚任何有地房地产征收的税，以土地的形状、大小、价值、位置或条件作为确定税收的因素。地税的缴纳时间是每年5月31日前。计算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把房地产的土地总面积乘以地税的费率，就可以得出你需要缴纳的费用了。举个例子，如果一间有地房产的地税费率是 0.035 令吉每方尺，那么一间2500方尺的有地房产将被征收的地税则是 87.5 令吉。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州属的地税费率都不一样，而且费用也会因房屋类型而异。我们可以在各州网站上查询到每个地区的详细税率。如果你购买的是公寓，那么持有的则是分层地契，所以你缴纳的地税，更确切的来说是单位税。分层地契中的地税计算方式是每位屋主只需要缴纳自己地契中持有的土地面积的税金。举个例子，若一间总面积15000方尺的公寓由10位屋主分别持有分层地契，而地税费率为 0.025 令吉每方尺，则每个屋主需要缴纳的地税金额是每人持有的1500方尺乘以税率，也就是 37.5 令吉。因为地税费率不是一个固定值，所以没有办法在这里一概而论。但是对于大多数房地产来说，每年的地税或是单位税通常不会超过100令吉。2、门牌税。门牌税每半年会征收一次，是地方政府或市议会每年征收的一种土地税，所有房屋持有者都必须缴纳。它主要是用来支付发展和维护地方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费用。这些地方基础设施和服务包括街灯的维修和保养、收集城市垃圾、清洁公园和美化环境，以及其他有助于打造良好和舒适生活环境的设施及服务。门牌税是根据一间屋子的类型、面积和预估年度租金的价值而定，计算方式会受到房产类型、地区、房产价值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会是这个租金估值的 2% 到 7%。 简而言之，一间价格适中或是面积小一些的公寓，其门牌税一定会比一栋大别墅来得便宜。举个例子，假设你持有的房产预估月租金是3000令吉，一年的预估租金就是36000令吉。若是对应的门牌税率是 4%， 那么这间屋子的门牌税就是1440令吉。因为门牌税在一年内分成2次支付，所以每半年需要支付的门牌税是720令吉。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上面提到用于计算门牌税时使用的预估月租金，其实是政府部门给到的一个预估数值，并不是市场行情的月租金。一般来说，它都是低于市场房屋租金水平的，所以最终的门牌税其实也没有那么高。以 Tamarin 1047方尺的标准户型为例，半年的门牌税差不多是394令吉。不过这个费用也不是固定的，因为政府每2年会调整一次预估月租金。跟地税和单位税一样，不管是地屋、公寓或是工业用地，只要你在马来西亚拥有房地产，就必须缴纳门牌税。而如果你的屋子处于空置状态，没有被使用，又或者你对政府预估的月租金有异议，都可以在政府规定的时间内向地方政府部门提出申诉，以申请降低税率或退税。3、物业管理费。我们知道马来西亚的公寓一般都会配有丰富多彩的设施层，所以马来西亚房产的物业管理服务内容也就包括了安全、维护所有设施和公共区域，包括泳池、健身房等的清洁。
如果购买的是公寓类型的房产，而由于公寓住宅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区域由公寓中所有屋主共同持有，因此需要支付管理费来维护这些设备。因为物业费的多少与屋子的大小或是配备车位的情况都有关联，不同的公寓所需的管理费用也不尽相同，所以每个单位的物业费可能都会各有差异。简单来说，经营支出除以公寓内的所有住户单位数量，就是需要支付的物业管理费。还是以 Tamarin 1047方尺的标准户型为例，每个月的物业管理费差不多是323.73令吉，这可能也是房屋持有成本中最大的一项支出了。4. 火险费。虽然目前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强制要求必须投入住宅保险，但是马来西亚人还是比较有保险意识的。而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天灾，所以其他的住宅险种一般都不需要考虑。这里的屋主大体都会购买火灾险。这个费用每年缴纳一次，各保险公司费用不同，差不多每年几十令吉。说到这里，自住房屋情况下涉及到的4项房屋持有成本就差不多了。不过，如果房屋不仅仅是用于自住，而是需要赚取租金回报，那么就会需要支付租金所得税。又或是打算把购入的房屋转手卖出以获得收益回报，那么会需要支付产业盈利税。简单了解一下租金所得税。马来西亚税务局对外国人征收的马来西亚租金收入税将根据在马来西亚的居留身份而不同。居民身份是指一个日历年度内必须在马来西亚逗留超过182天，否则就是非居民身份。目前租金收入的话，如果是居民身份，是按照0%至30%的累进税率制度征税的。而若是非居民身份，则一律按照30%税率征税。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的租金所得税存在多种扣除和减免制度，如租赁中介费、维修费用等，都可以从租金中扣除，然后再计算所得税。产业盈利税。产业盈利税是指在马来西亚出售房地产所得利润需要交纳的税款。若是房产卖出价高于购买价，就需要支付这项税金。反之，如果卖价低于购买价，或者与购买价相等，则不会产生该项费用。应缴产业盈利税等于产业盈利税率乘以净应征利润。具体税率情况可以参考一下这张表格。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由于涉及的专业知识比较多，虽然做了功课，毕竟不是专业人士，若是有错误疏漏的部分，欢迎大家指正。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邮件联系我。有不同的意见或是建议，也非常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我是 80s Easy Life Vlog，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下次我还会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